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武汉女孩小芳和她台湾丈夫阿正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深感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了爱情的美好。小芳是个苦命又坚强的姑娘，她今年29岁，身高168厘米，皮肤黝黑健壮，是个返乡创业的中药材种植户。但她的人生经历可一点都不简单。小芳出生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家里条件差，从小吃了不少苦。14岁那年，眼看着家里揭不开锅，她决定辍学外出打工，贴补家用。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啊，却已经要肩负起养家的重担。当时我连坐长途车都不会，身上就带着爸妈凑的200块钱，咬着牙来到了武汉市区。小芳回忆道，眼里满是当年的坚毅。刚到武汉，小芳在一家餐厅找到了洗碗的工作，老板答应每月给她800块，还包吃住。对于当时的小芳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好景不长，老板见她年纪小，不懂法，不仅克扣工资，还经常对她拳脚相加。忍无可忍的小芳深夜逃离了餐厅，却一下子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那几天真的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又饿又冷，无处可去，甚至想过一死了之。小芳声音哽咽，命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转机。一位姓李的老中医在街边发现了蜷缩在角落的小芳，老人家好心收留了她。老中医膝下无子，见小芳勤劳懂事，便收她为徒，教她认识草药，熬制中药。老师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不仅给了我一个家，还教会我一门养活自己的本事。小芳感激地说。3年里，小芳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医药知识，从认识药材到辨别品质，从种植技巧到炮制方法，样样钻研。老中医常夸她悟性好，是快做中药的料。然而天不遂人愿，跟随老中医学习3年后，老人因病去世。临终前，老中医将自己多年积蓄交给小芳，希望她能有个好前程。小芳含泪接过这笔钱，决定回到家乡，用这门手艺做点事业。回到村里，小芳看中了村后那片无人问津的荒山，那里土壤疏松，阳光充足，正适合种植中药材。她用老师留给她的钱承包了那片荒山，带着满腔热血开始了创业之路。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希望，想着只要熬过第1年，后面就一片光明了。小芳说，哪知道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小芳辛辛苦苦种下的第一批药材，在收获前检测时，发现土壤被附近工厂排放的废水污染，药材全部不合格。一夜之间，小芳的积蓄化为乌有。面对困境，小芳没有放弃，她咬牙向高利贷借了一笔钱，用来治理土壤、翻建基地。可是天公不作美，第2年遭遇了极端天气，暴雨冲毁了大部分药材，她再度负债累累。那段时间，我真的想过放弃，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想着怎么还债，怎么跟父母交代。小芳说，但我不能认输，不能让老师的心血白费。就在小芳最困难的时候，台湾客商阿正出现了。阿正是台北一家中药材贸易公司的采购经理，来大陆各地寻找优质的中药材供应商。通过行业介绍，他来到了小芳的药材基地。虽然规模不大，但小芳种植的药材品质上乘，特别是她自创的一套种植技术，让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第一次见到小芳，她正在田里忙活，满身是泥，手上全是老茧。阿正回忆道，但他谈起中药材来头头是道，那种专业和热情让我很震撼。阿正被小芳的专业知识和坚韧精神所打动，当场就和她签了长期供货合同，还预付了一部分货款，这解了小芳的燃眉之急。两人因为工作往来渐渐熟悉起来。阿正常常给小芳提供台湾市场的需求信息，指导她调整种植方向。小芳则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阿正把关药材质量。慢慢的，两人的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恋人。阿正是我见过最踏实的男人，做事认真，从不说大话。小芳笑着说，跟他在一起，我感觉很安心。恋爱1年后，阿正向小芳求婚了，这让小芳既惊喜又忐忑。惊喜的是找到了真爱，忐忑的是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文化差异会不会成为问题？我当时真的很担心，我是农村出身的大陆妹子，
他是台北来的城市男生，我能适应台湾的生活吗？他的家人能接受我吗？小芳回忆道。阿正笑着安慰她，放心啦，我们台湾人很热情的，我妈妈知道你的经历后，超级心疼你，一直叫我带你回家。就这样，小芳与阿正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去了台湾。小芳的药材基地也没有放弃，而是交给了村里的亲戚代为管理，她则负责远程指导和销售渠道对接。刚到台湾，小芳确实遇到了不少文化冲击，最让我惊讶的是台湾的生活节奏。小芳说，大家做事不急不躁，特别讲究生活品质。餐厅里9点多还在接待客人，夜市半夜也热闹非凡。阿正的家人也出乎小芳的预料，婆婆不是她想象中的传统台湾妇女，而是个时尚开明的中产阶级太太，会用智能手机，会开车，甚至比小芳还会网购。我原本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结果发现人家早就发展得很好了。小芳坦言，街上到处是高级轿车，老百姓生活水平很高，医疗、教育都很发达。我婆婆家住的是电梯公寓，家电一应俱全，比我在武汉见过的还要现代化。刚开始，小芳很不适应与婆婆相处。在大陆，她听说很多婆媳关系紧张，所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什么。但婆婆却很体贴，不仅帮她熟悉环境，还教她台湾的风土人情。我婆婆常说，你要习惯叫我妈妈，不要叫阿姨，你嫁给阿正就是我的女儿了。小芳模仿着婆婆的台湾腔调，这让我特别感动，也逐渐放下了心理防线。然而，真正让小芳感受到两岸婚姻文化差异的，是她在台湾生病的那一次。婚后第3个月，小芳突然高烧不退，浑身无力。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过度劳累，她病得很厉害。那天早上我起不来床，头晕目眩，阿正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婆婆。小芳回忆道，我勉强给婆婆发了个信息，说我可能病了，让她别担心，我自己吃点药就好。没想到婆婆看到信息，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冲到小芳房间。当时我婆婆二话不说，摸了摸我的额头，吓了一跳，说，哎呀，烧得这么厉害，怎么不早说？小芳说，然后她马上打电话给阿正，又联系家庭医生，忙得不可开交。接下来的一幕让小芳彻底惊呆了。婆婆不仅亲自开车送她去医院，还在医院全程陪护，寸步不离。看完医生，拿完药回家后，婆婆立刻下厨煮了一锅热腾腾的姜汤，又准备了退烧药，细心地照顾小芳吃药、量体温。最让我震惊的是，婆婆居然整晚都睡在我房间的沙发上，每隔2小时就起来看我一次，摸摸我的额头，问我好点了没有。小芳说着，眼睛湿润了。那一刻，我真的惊呆了，心想，在大陆，我亲妈都没这样对我啊。第2天，阿正请假在家照顾小芳，婆婆却已经变着花样准备了各种适合病人吃的食物，稀粥、蒸蛋、炖汤，还有中药调理的饮品。我婆婆对我说，生病了就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家里的事我来做，你的健康最重要。小芳感动地说，这句话太暖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被这样关心过。小芳告诉我，在她的成长经历中，生病往往被视为麻烦事，农村家庭生活艰难，父母虽然爱她，但也没精力细心照顾病人，生病了最多吃点药，能扛就扛，实在不行才去医院。在我们村，生病是件很忌讳的事，大家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能硬撑就硬撑。小芳解释道，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忍耐，不管多难受都不会轻易说出来。而在台湾，小芳发现人们对健康有着不同的理念，即使是小感冒也会认真对待，生病了，休息和调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我婆婆常说，身体不好，什么事都做不成，养好身体是第一位的。小芳说，这种观念在大陆的农村地区是很少见的。这次生病经历让小芳深刻体会到了台湾家庭文化中的温暖与体贴，婆婆的无微不至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爱。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家人之间可以这样相处，不计较，不推诿，只有满满的爱与支持。小芳感慨道，病愈后，小芳和婆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她开始敞开心扉，向婆婆倾诉自己的童年、创业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婆婆也把她当成真正的女儿，无话不谈。我婆婆对我说，她很佩服我的坚强和拼搏精神。
她说，台湾年轻人大多衣食无忧，反而缺少了那种为梦想奋斗的动力。小芳骄傲地说，在婆婆的鼓励下，小芳决定将自己的中药材事业拓展到台湾。她发现台湾人很注重养生保健，对天然无污染的中药材有着强烈需求。台湾的保健品市场特别发达，人们愿意为健康投资。小芳分析道，而且台湾消费者非常注重产品溯源和品质保证，这正好与我的经营理念相符。凭借在大陆积累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小芳在台湾开设了一家中药材专卖店，主打纯天然、无污染的概念，销售她自己基地种植的优质药材。婆婆不仅出资支持，还亲自帮忙打理店铺。她在社区里人缘很好，带来了不少熟客。阿正则负责两岸之间的物流和采购工作，一家人齐心协力，生意越做越好。我真的没想到，当初那个濒临破产的小药材基地，现在已经成为两岸贸易的桥梁了。小芳感慨道，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曾经的贫困户，如今有了这么温暖的家。生意做大后，小芳开始回馈家乡，她在村里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扩大药材基地规模，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还组织台湾医疗志愿者回大陆乡村义诊。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乡村孩子看到希望，也让更多台湾朋友了解大陆农村的真实面貌。小芳说，2年后，小芳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婆婆更是喜出望外，辞去了工作，全职帮忙带孩子。在台湾，婆婆带孙子是很常见的事，但他们不会包办一切，而是尊重年轻人的养育方式，只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小芳解释道，这和大陆的全包式带娃模式很不同。小芳发现，台湾的家庭关系更注重独立与尊重，即使是亲密的家人之间，也会保持适当的界限，尊重彼此的空间和决定。比如我婆婆从不随便进我和阿正的卧室，有事都会先敲门。小芳说，家里大小事情都会一起商量，没有谁说了算的权威式管理。这种相处模式最初让小芳有些不适应，但渐渐的，她领悟到了其中的智慧。亲密不等于没有边界，爱不等于控制。我现在明白了，真正的家人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小芳感慨道，过去我以为爱一个人就是为他付出一切，现在才知道爱也需要给对方空间和自由。小芳和阿正的故事展现了两岸婚姻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从初来乍到的不适应，到逐渐理解并接纳彼此的文化。小芳的经历告诉我们，爱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真诚的心与心之间没有隔阂。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和思考。首先，大陆和台湾在家庭观念上有着微妙的不同。大陆传统家庭更强调集体主义，家的概念高于个人，而台湾家庭在保留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理念，更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其次，大陆和台湾在婆媳关系处理上也有差异。大陆传统观念中，婆婆往往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媳妇需要顺从，而台湾现代家庭中，婆媳关系更趋向平等，互相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再者，两岸在育儿理念上也有所不同。大陆父母倾向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孩子的学业和未来规划介入较多。台湾家庭则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和个性发展，给予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最后，在生活态度上，大陆人普遍更加务实拼搏，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台湾社会则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心灵满足，崇尚小确幸的生活哲学。当然，这些差异并非绝对，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彼此的生活理念也在相互影响、融合。就像小芳和阿正一样，他们取长补短，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现在我和阿正经常带着儿子往返两岸，让他既能体验台湾的人文关怀，又能感受大陆的发展活力。小芳笑着说，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既有大陆人拼搏精神，又有台湾人生活智慧的新一代。小芳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跨文化婚姻中，理解和包容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家庭幸福的本质都是相互尊重、相互关爱。我现在常和大陆的姐妹们分享我的经历，告诉她们不要带着刻板印象看待台湾。
小芳说，台湾社会很发达，人情味很浓，并不是有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落后或者贫穷。同样，小芳也帮助台湾亲友了解真实的大陆。我告诉他们，大陆发展得非常快，人们热情好客，年轻人充满创新精神，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如今的小芳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她和阿正的中药材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在台湾有了固定的客户群，还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日本、韩国等地。我和阿正常说，我们的故事就像一剂良药，融合了两岸的精华，治愈了彼此的伤痛，也连接了两岸的情感。小芳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婚恋红娘，我见证过无数跨地域的婚姻，但小芳和阿正的故事确实触动了我，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吧。小芳在台湾的生活渐入佳境，但她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的父母。在事业稳定后，她和阿正决定带着孩子回武汉老家看望公婆。我有3年没回老家了，真担心爸妈不适应我这个台湾媳妇。小芳半开玩笑地说。阿正安慰她，放心啦，你婆婆已经和你妈妈在微信上聊得火热，两家人早就是老朋友了。没错，在小芳不知情的情况下，两边的父母已经建立了联系。台湾婆婆热心地教会了小芳妈妈使用智能手机，两位长辈隔着海峡，通过视频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还交流烹饪心得。我妈说你婆婆教她做了凤梨酥，现在村里人都排队来我家尝呢。小芳笑着说，真是想不到啊。回到武汉老家那天，小芳惊讶地发现父母家焕然一新，原本破旧的土砖房变成了2层小楼，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这是怎么回事？小芳惊讶地问父母，是你台湾公婆资助我们翻修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们不想接受，但他们坚持说是全家人的事，推辞不过才答应的。小芳闻言，眼泪夺眶而出。阿正悄悄告诉他，这是他父母的主意，他们希望两边父母的生活条件能够接近一些，这样大家见面时才不会尴尬。我公公说，能帮到你的父母也是他们的福气。阿正说，他们特别欣赏你父母的淳朴和坚韧，两家人的见面比小芳想象的还要和谐。台湾公婆带来了满满一箱台湾特产，小芳父母则准备了丰盛的家宴，尽管口音不同，但交流毫无障碍。饭桌上，公公还学着说起了武汉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看到两家人这么和睦，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芳感动地说，这次回乡，小芳还特意到药材基地考察，在她的远程指导和亲戚的管理下，基地规模扩大了3倍，还通过了有机认证。村里不少年轻人回乡就业，成为她的员工。姐，你现在可是我们村的骄傲。小芳的表弟自豪地说，村里人都说，要不是你带头，谁知道这荒山还能种出金疙瘩来。参观完基地，阿正对小芳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坚强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给了你力量。小芳点点头，是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我的汗水和泪水，感谢你们台湾家人的支持，让我能够坚持下来。晚上，两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起了两岸的风土人情。阿正的父亲是位退休教授，对大陆的发展充满好奇。小芳的父亲则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很感兴趣。两位长辈相谈甚欢，时而赞叹，时而感慨。其实啊，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暂时分隔。阿正的父亲感慨道，看到你们年轻人走到一起，我们这些老人家心里特别欣慰。小芳的母亲则拉着台湾婆婆的手说，谢谢你们对我女儿这么好，她从小就命苦，现在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好家人，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台湾婆婆连连摆手，哪里，是小芳给我们带来了活力和快乐，她那么能干，又这么孝顺，我们才是沾了你们的光呢。看着两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小芳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两岸的亲情纽带越来越紧密，不负两家人的期望。回台湾前，小芳和阿正商量着如何更好地发展两地的事业，同时照顾好两边的父母。阿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我们何不考虑在武汉开一家台湾特色餐厅，结合你的中药材知识，做一些药膳料理，既能推广台湾美食，又能弘扬中医药文化。
这个提议让小芳眼前一亮，她一直想找到一种方式，能让两岸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融合，餐饮无疑是最好的载体之一。太棒了！我们可以请台湾大厨来培训，用武汉本地的新鲜食材，创造具有两岸特色的药膳。小芳兴奋地说。就这样，在回台湾后的半年里，小芳和阿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项目。他们在武汉市中心租下了一处临江的店铺，装修成台湾夜市与武汉老街相结合的风格。菜单上既有台湾卤肉饭、珍珠奶茶，也有加入中药材的创新料理，如人参炖乌鸡、黄芩红枣汤等。武汉人好客豪爽，台湾人精致细腻，我们的餐厅要兼具这两种特质。小芳对设计师说。餐厅开业当天，两岸4位老人都来捧场。台湾公婆专程飞来武汉，和小芳父母一起剪彩。餐厅取名两岸一家亲，很快就在武汉年轻人中走红，经常一位难求。没想到我们的小餐厅会这么受欢迎。小芳欣喜地说，特别是那些养生药膳，很多上班族都成了常客。餐厅的成功让小芳看到了更大的可能性。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两岸文化交流推向更广阔的领域。我们可以办两岸青年创业论坛，邀请台湾和大陆的年轻创业者分享经验。小芳对阿正说，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看到跨越海峡合作的机遇。阿正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凭借父亲在台湾学术界的人脉，他联系了几所台湾知名高校的创业孵化中心。小芳则通过自己在中药材行业积累的关系，邀请了多位大陆的成功创业者。第1届两岸青年创业论坛在武汉举行，吸引了近200名两岸青年参加。论坛上，大家分享了各自领域的创业经验和挑战，探讨了两岸合作的机遇和模式。我和阿正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小芳在论坛致辞中说，希望能有更多两岸年轻人携手合作，共创未来。论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少台湾青年看到了大陆市场的潜力，决定来武汉投资创业。也有武汉青年找到了台湾合作伙伴，开拓岛内市场。小芳和阿正的故事成为了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生动例证。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的牵线而相识合作，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小芳感慨道。随着事业的发展，小芳和阿正决定在武汉和台北两地之间轮流生活，让孩子能够充分体验两种文化。他们的儿子小宝已经上了幼儿园，活泼可爱，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和台湾腔国语，成了名副其实的两岸宝宝。小宝，你更喜欢武汉还是台北啊？有记者这样问他。我都喜欢。小宝天真的回答。武汉有外公外婆和好吃的热干面，台北有爷爷奶奶和好玩的夜市。孩子纯真的回答，让在场的大人都笑了。在小宝的世界里，两岸从来就不是隔阂，而是双倍的爱与关怀。5年后，小芳和阿正的事业版图已经遍布两岸，他们的中药材基地通过国际认证，产品远销海外。两岸一家亲餐厅也开了连锁店，在大陆和台湾都有分店。两岸青年创业论坛已经成为知名品牌活动，每年举办，影响力不断扩大。更让小芳自豪的是，她创办了一个名为芬芳计划的公益项目，专门资助两岸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接受教育。我希望每个女孩都能像我一样，通过教育和努力改变命运。小芳在一次公益晚宴上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女孩，都应该有追求梦想的机会。这个项目得到了两岸企业家的广泛支持，已经资助了上百名女孩完成学业。其中一些优秀毕业生还被小芳聘为公司员工，成为了新一代的两岸交流使者。回顾10年的跨海婚姻生活，小芳感慨万千。10年前，我只是一个负债累累的返乡创业者，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生活。阿正握着她的手说，是你的坚强和智慧成就了今天的一切，我只是有幸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同行者。小芳摇摇头，不，是我们共同的努力，还有两岸家人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如今，小芳的故事已经成为两岸婚恋的一个典范，被多家媒体报道。每当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她总是说，理解、尊重、包容，这是跨文化婚姻的基石。阿正则补充道，还有爱，只要有足够的爱，任何障碍都能克服。
两人相视一笑，眼中满是对彼此的欣赏和深情。小芳和阿正的故事告诉我们，两岸婚姻虽然面临文化差异和地域隔阂，但只要夫妻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上两边家庭的包容与接纳，就能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在武汉，我生病时，婆婆的那杯姜汤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台北，阿正父亲耐心教我的台湾历史，让我理解了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小芳深情地说，这些点滴的关怀与教导，让我从一个异乡人逐渐成为了家人。作为一名相亲红娘，我想对所有正在考虑或已经步入跨地域婚姻的朋友们说，文化差异不是障碍，而是丰富你们共同生活的宝贵资源。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两种文化的融合将为你们的家庭带来更多色彩和可能性。就像小芳常说的那样，大陆和台湾就像一对分隔多年的兄弟，表面上有些不同，骨子里却流着相同的血液。两岸婚姻不是冲突的开始，而是融合的契机。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小芳和阿正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如果你也有跨地域婚恋的经历或困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会在下期为大家解答。最后，我想用小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故事的结尾：爱情可以跨越海峡，家庭可以连接两岸。当我们学会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彼此的选择，两岸婚姻就不再是挑战，而是一段充满惊喜的美好旅程。我是丽姐，下期再见。